這個圖拉斯小冰塊 Pro 厲害之處不在能不能衝到，而是能不能長期穩穩的衝。它把小體積產品最容易翻車的2件事，溫控和持續輸出都壓住了。因為這2個指標在45瓦功率級別能夠同時做好，確實不容易。各位大家好啊，這期來滿足一下評論區的呼聲，粉絲點名點到我耳朵起繭的這一顆圖拉斯45瓦小冰塊 Pro， 實物已經到位了。它主打的關鍵詞就是2個小還有不燙，但口號歸口號，充電器這個東西啊，最終看3件事：第一，協議兼容好不好；第二，真實功率與充電曲線能不能跑穩；第三，也是大家最關心的溫波和溫升。老規矩啊，先用實測把它的邊界條件釘死，最後用拆解去解釋每一個現象，測為了解，才為真相。咱們直接開測。我們先來看它的包裝，圖拉斯的英文 logo， 充電器的實拍圖片，图拉斯小冰塊充電器，盒子背面是規格信息。整個包裝盒就是白色加橙色的風格，我們直接打開包装吧。盒子裡面有一張卡片，什麼全球銷售額第1、使用說明書，還有2張卡通碟子，個性化充電器用的。充電頭本體內部還有一個襯底啊，這麼大個盒子其實只佔了這麼一點點空間。我買的這個充電器它是橙色的，上面包覆了一層膜，晶瑩透亮的外觀確實是蠻有個性的啊。充電器底部為凹槽紋理的設計，官方說的是有助於散熱。插腳為折疊插腳，也是新国標的啊，带绝缘保護的。充電口在充電器的頂部，內部舌片為紅色。充電器高度為39毫米，這邊的寬度是34毫米，這邊稍微要寬一點，35毫米。充電頭連包装盒一起重量99克，單充電頭重量71克。這個充電頭的外觀非常討人喜歡，拿在手上溫潤冰冰涼的，到底是不是小冰塊？我們測試了就知道了。測試之前，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規格信息啊。這個透亮的外觀，這個規格信息有點拍不清楚。圖拉斯的英文 logo， 小冰塊 Pro 充電器，中國製造，型號為 CQ16， 製造商深圳市圖拉斯科技有限公司。輸入規格100至240伏全球電壓，輸出規格最高功率20伏 2.25 安45瓦。下面是認證信息：非热带地區使用。6類電子產品標識，室內使用，海拔小於2000米使用，雙路絕緣，3C 認證，循環10年。這個循環10年是表示着10年內不會有毒物質洩露出來，這個並不是代表充電器可以用10年啊。3C 認證信息我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圖。我們現在就是來看一下這個小冰塊充電器啊，它所支持的快充協議的情況，有高通 QC 3.0 的快充協議，華為 FCP。我沒有看錯吧？這裡寫的是45瓦，華為 SCP 22瓦，三星 AFC 24瓦 ，PD 3.0 45瓦，固定檔位5個，最高20伏 2.25 安 ，PBS 有一個5至11伏4安的44瓦 PBS 檔位 ，DCP Apple 2.4 2個基礎協議。這個充電器對於手機的快充兼容性，我們先從小米手機開始，顯示快速充電，啟動的是 PBS 快充啊，真實功率可以走到26瓦左右。我們用這部手機來測試華為的兼容性，開啟超級快充，這個是走的 SCP， 真實功率可以跑到18瓦左右。我們用 iQOO 手機來看一下 vivo 的 PBS 能不能正常啟動。vivo 的閃充標識開啟了，功率跑到了26瓦左右，這就是33瓦的 PBS 啊。OPPO 的手機我們就用這一個 A5 Pro， 顯示超級閃充，這個同樣是開啟的 PBS 快充，起始功率跑到26瓦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們後面用這個手機來採集它 PBS 充電曲線。三星手機我們只看能不能啟動快充 2.0 就可以了啊。快充 2.0 開啟，三星手機使用是沒有問題的。用這個綠廠的手機，看它的 PBS 33瓦能不能跑成一個逐步上升功率的標準充電曲線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還有 13%， 我們開始充電。這部手機已經充到100個電了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啊。這個充電曲線起始功率26瓦，充到 85% 的功率是29瓦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在 95% 的時候轉為5伏涓流進行充電，一直把電充滿。這個手機從10%幾的電充到100的電，一共花了1小時07分鐘。這個曲線圖就是一個標準的 PBS 33瓦充電曲線啊。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器可體溫度，給這個手機充電，可體溫度最高的時候是44.6摄氏度，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0度左右。這個充電器的目標用戶群就是 iPhone 啊。最關鍵的是 PD 充電它能不能跑穩，能不能把4階段曲線跑完整，我們拭目以待。目前這部蘋果16 Plus 還有6個電啊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
這部蘋果手機已經84個電了啊。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，這個充電曲線圖確實是走標準了，一共是4個階段。第一階段7分鐘的28瓦功率，第二階段是21瓦功率10分鐘时间，15瓦功率也是持續了7分鐘，最後9瓦功率持續2分鐘就轉為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涓流充電。這個手機從6%充到80%，一共花了47分鐘，充電時間也是標準的。我們來看一下給蘋果手機充電的時候它的壳體溫度啊，最高溫度在38攝氏度，這個溫度控制的確實可以。測試的時候咱們室內溫度20度左右。這是這個圖拉斯小冰塊充電器它的烤機狀態的情況啊，大家看這個儀表，功率還沒有停，充電曲線圖真實功率44.6瓦，一直持續運行了1小時47分鐘，這個輸出能力是沒話說的。老鐵們經常看咱們視頻的都知道啊，咱們是把溫度平穩了，我們才會停下來。採集線採到殼體最高溫度是53度左右啊，同時用熱像儀測到充電口附近溫度也是53度左右，這個充電器殼體溫度控制的確實是非常不錯的啊。這個充電器的轉換效率做得怎麼樣？我們拭目以待啊！我的每個視頻都是分了很清楚的章節，也就是等於把一個視頻分割成很多的短視頻的，大家要看哪一個章節自己選擇。首先是110伏的電壓啊，經過10幾分鐘測試，這個充電器的待機功耗僅為 0.03 瓦，1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18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4%。27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3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27.3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36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40.4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49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110伏輸出 50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現在是220伏電壓環境啊，經過10幾分鐘測試，它的待機功耗為 0.06 瓦，這個待機功耗做的真的不錯啊。1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18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5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30.8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7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36瓦功率啊，220伏輸出 39.4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35.4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48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49.2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1%。我們現在就是測試這個充電器最關鍵的數據啊，看它的溫波控制的怎麼樣。15瓦功率溫波最高的時候是101毫伏，平均溫波 94.2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的時候，溫波最高 105.3 毫伏，平均溫波100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溫波最高的時候 122.1 毫伏，平均溫波 112.1 毫伏左右。15伏檔位45瓦功率溫波最高的時候 130.8 毫伏，平均溫波124毫伏左右。20伏檔位45瓦功率溫波最高的時候是 125.1 毫伏，平均溫波 114.6 毫伏左右。這個充電器的溫波表現，我只能給它一個合規這個評價。兄弟們，這期這個點名率爆表的圖拉斯45瓦小冰塊 Pro， 我先把結論放前面啊，它不是靠營銷寒冷，是靠表現真的把溫控和穩定性做出來了。先說兼容性這塊，它走的是公版快充優先的路線，33瓦的 PPS 對小米、vivo、OPPO 這類機型握手順，爬功率也規矩。而對華為、榮耀屬於第三方充電器裡面比較常見也比較穩的策略。然後就是實際充電體驗 ，PPS 這邊標準的逐步上升模式，功率平台不飄不抖，殼體溫度控制得很克制，給蘋果16 Plus 跑出了完整的4階段充電曲線，節奏很正常，殼體溫度僅38攝氏度，這一點對日常用戶更有意義啊。再看更專業的電路指標，待機功耗做得很低，長期插着沒有負擔，峰值效率能夠站住腳，說明它確實把電路損耗壓下去了。烤機測試更直觀，滿載可以45瓦持續跑不掉檔，溫升也在一個合理區間，這就證明它的冷不是偶然，是設計取向。然後就是交流溫波，它是合規的，但在同級裡它不算漂亮。前面我們測過同體積同功率密度的45瓦，溫波可以壓到更低
雖然它不影響正常使用，但從工程審美角度講，它更像是把資源優先砸在溫控和持續輸出上，而不是把溫波做到極致。所以一句話總結，這個圖拉斯小冰塊 Pro 厲害之處不在能不能衝到，而是能不能長期穩穩的衝。它把小體積產品最容易翻車的兩件事，溫控和持續輸出都壓住了。因為這兩個指標在45瓦功率級別能夠同時做好，確實不容易。車是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